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娶了个技师当老婆，然而在新婚之夜，他却开始束手束脚，怎么也不愿意同床。在思考一番后，拿出一根枯树枝，挠女人的脚底板，让她发出不可描述的声音，以此来骗过门外偷听的亲戚。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夫妻，而是签了合同的合作关系。男人名叫家居，与丽丽阴差阳错的认识。他从农村到城市里打拼，结果生意失败，并且还欠下了巨款，每天只能不停地躲债。朋友见他这副模样，于是带他去 KTV 放纵。不料刚到这里，就遇到警察叔叔来检查。很多从事不雅行业的女孩四处逃跑，家居也是在这里救下了逃跑的丽丽。三人来到一个酒吧喝酒，朋友在丽丽离开时跟家居说：“把她带走得了。”家居在好友的蛊惑下，把丽丽带了回去。然而此时的他连房费都付不起，只能把她带回倒闭的公司。晚上两人就坐在沙发上聊天，什么也没有做，因为家居有很强的心理洁癖，面对外面这种小姐他起不来。他带丽丽回来其实是有别的目的。只见他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我父母呢在乡下，你能不能装成我的未婚妻跟我回去一趟？也就1个礼拜的时间，我给你钱。”原来家居的父亲中了风，如今瘫痪在床，他最后的心愿就是能看见儿子成家。丽丽听后有些怀疑，她害怕家居是人贩子，于是家居拿出自己的证件证明，丽丽这才相信了他。最终在两人一番商讨后，定下2000块钱做1周的假女友。虽然只是假装的，但该有的样子还是得有。于是家居带着丽丽一番改造，先是换掉充满风尘气息的头发，然后去掉手上所有的美甲，还原出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害怕债主找上门，家居连夜带着丽丽返回乡下。路上，家居给丽丽说他伪装的身份是一个小学老师。晚上心事重重的两人都睡不着，开始聊起之前的过往。家居好奇地询问丽丽的家人知道他在做这个吗？丽丽没有回答，只是说赚够了钱就回家，开一家小小的美容店。家居一脸嘲讽，说他挺高明的，反正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。听见他这样说，丽丽生气地离开了。没多久，两人就来到了家居的老家，也成功见到了瘫痪在床的父亲。家居在进门前瞟了丽丽一眼，丽丽瞬间秒懂，扮演出他儿媳妇的身份，但老爷子并没有做出回应。吃完饭后，丽丽跟着家居在祠堂祭拜，中途两人都比较尴尬，毕竟这可是在骗自己的祖宗啊。晚上为了欺骗亲戚，他们还同床入睡，这让丽丽吐槽这份钱太难赚。第二天，丽丽在外面闲逛时，一个红衣女子一直跟着她，还对她说些莫名其妙的话，搞得丽丽一脸懵。晚上家居找来医生看望父亲的病情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病急乱投医的他们找来先生做法，祈求让父亲能够痊愈。这时母亲找到儿子，希望他能和丽丽在家里成亲，这样父亲走了就没有遗憾了。为了让父亲能够安详地离开，家居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这个男人打算娶一个小姐为妻，但对方却不乐意，毕竟对于他们这个职业来说，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婚姻，怎么能就这样草率给了别人？这一次无论家居怎么加钱，丽丽都不同意。然而第二天他又突然同意了，说是看在钱的面子上。实际上他想了一整晚，觉得自己可能后面根本没人要，还不如抓住这次机会，就算是假的也好。考虑到丽丽家太远，于是长辈们决定这次就不通知他们了。第二天，母亲找到丽丽，给她塞了个大红包，还把祖传的手镯给了她。丽丽没料到这一出，瞬间有些手忙脚乱，但为了不让老人伤心，她还是收了下来。几天后，婚礼如期举行，他们办了一场非常热闹的婚礼。然而在拜堂成亲的时候，丽丽突然后悔了，哭着离开了现场，这把所有亲戚都看懵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家居连忙冲上来询问，原来是他演着演着心里难受，实在不忍心欺骗那些亲戚们，可现在进行到一半，怎么能说不演就不演了呢？家居一顿加钱和伺候，才让丽丽肯继续举行婚礼。在婚礼上，丽丽仿佛真的变成了家居的妻子，还会主动帮他挡酒。就在这时，他又看见了那天的红衣女子，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走上前，只是在远处默默地看着。丽丽不知为何看见他总觉得心里毛毛的。晚上洞房之夜，两人心甘情愿地睡在了一头。丽丽告诉家居，不管他真的还是假的，反正我是结过一次婚了。家居听见他这么说，试探性地打趣道，要不咱俩凑合凑合过得了。随后就拿起扫把直挠丽丽的脚心，装出声音给外面的亲戚听。虽然两人结了婚，但家居心里依旧对丽丽心存芥蒂，尤其是看见她和自己侄女玩的好事，莫名的又拿丽丽的职业说事，这让丽丽很不爽。刚好1个星期的时间快到了，反正他拿了钱，两人就分道扬镳。然而意外发生了，这个男人细心的给父亲喂药，可父亲却死活不张口，眼里还饱含热泪。家居知道父亲这是嫌弃自己，明明他已经时日不多，自己居然还带一个小姐回家欺骗他们。他苦口婆心地说，您不吃药，
身体怎么好得了？啊？哭着闹着让我回来，我回来干什么？陪您种一辈子地呀！我现在回来了，你又不跟我说话，又不理我。家驹原本想在家里多待几天，等父亲病好了再回城里。不料他们结完婚后，父亲的病情真的有了好转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父亲最后的回光返照，因为他早就知道丽丽是假扮的。最终，父亲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。家驹和丽丽只好留下来办丧事。这时，母亲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以后一定要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。原来，母亲也早就知道丽丽是儿子找来完成父亲心愿的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他也心甘情愿把祖传的手镯给丽丽。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，两人也到了分别的日子。丽丽坐在麦田上，看着居住过的村庄，心里有些不舍。在离开那天，丽丽给自己化了妆。家驹的侄女看后非常羡慕，并且从她口中得知那个红衣女人原本也是一个小姐。她赚够钱金盆洗手，好回来过日子。可没想到事情还是被家里人发现，不仅赚的钱被拿走，自己还被赶出了家门，后面就变成了疯疯癫癫的样子。听完之后，丽丽给侄女化了个妆，不料出门就被家驹看见。他看着侄女的样子，立马跑到丽丽面前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以后离香草远点，我可不想我们家再多一座小姐。”听见这话，丽丽非常伤心。没想到相处了那么久，家驹居然还对自己的身份心存芥蒂。伤心的她拖着行李直接离开。在路上，她又一次遇见了红衣女子。丽丽想到她的遭遇，心里有些心疼，于是送了她一根口红。没想到对方竟然就这样赖上了她，跟着她走了一路。你回去呀，别跟着我！我都不知道到哪儿，我怎么带着你啊？你干嘛要疯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种人永远是没有脸面的吗？或许是红衣女子的遭遇让他联想到了自己，最终他伤心地离开了这个地方。然而在大巴准备出发时，家驹赶了过来，为之前的话道歉，但没想到债主也找了过来。家驹连忙跪在地上，祈求他们宽恕一点时间，但对方早已不相信他，准备把丽丽抓走抵债。丽丽连忙逃跑。她不是我老婆，她是做小姐的，是我花钱雇来的。听见这话，对方瞬间停下了脚步，接着将家驹一顿胖揍。丽丽这边跑到一半，还是不忍心抛弃家驹，眼看他要被割掉手指，丽丽只好拿出自己的银行卡，里面有她辛苦攒的8万块钱，这才把家驹换了回来。多年攒的钱全部消失，让丽丽心里非常崩溃，跪在地上失声痛哭。而家驹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紧紧抱住她安慰。3年后，家驹东山再起，此时的两人早已经分道扬镳。他把当初的8万块钱打给了丽丽，但却一直没有见到她。他听说最近扫黄有个叫丽丽的被抓了，于是家驹准备去警局赎人，而朋友则劝家驹不应该对一个小姐那么痴情，言语中充满了侮辱。家驹瞬间暴怒，直接将她赶下了车，随后来到警局。可到了之后才发现，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个人。他心里既高兴又失落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家驹在等红绿灯时接到朋友的电话，而就在这时，丽丽突然出现在前面的马路上。但遗憾的是，两个人都没有看见对方。阳光下，丽丽挺着个大肚子，手上提着菜，看样子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最终，他们一个功成名就，一个变回了端庄贤惠的妻子，都变成了梦想中最好的自己，但却并不属于对方。故事到此结束。